最近呢，8月份的经济数据终于新鲜出炉。按照官方的说法，经济是延续着恢复发展的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同比增长5.4%。看来前景是一片大好。但大家不能忽视其中几个重要的数据。8月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2.2%，环比增速为4个百分点。M1 与 M2 的剪刀差由7月的5.3%扩张至6.1个百分点。M2 增速回升，两者剪刀差走扩，意味着资金供给持续增加，货币政策延续宽松格局。由于国内经济仍旧偏弱，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水平。M2 预计将继续维持高位，但是货币需求端一方面由于疫情原因和房地产市场疲弱，导致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资金需求偏弱，货币基本上还是在银行打转。此外，政府部门资金需求由于专项债发行完毕，短期难以为继，现在可以说是一直在降准降息，准备救经济。但是中国的整体经济依然是非常低迷，整个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改善，所以呢，可以说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的事情收效不大。这种刺激失效的情况呢，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这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又有怎样的警示呢？整体来看，8月份中国国经济增长数据虽然相比上月有微弱改善，整体却仍然低迷。从季节调整后的绝对水平指数来看，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都比上月小幅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今年年初。换言之，国内经济活动还远未恢复到今年这轮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同时，季调后的出口金额连续第2个月下降，出口前景愈发不乐观。另一个反常之处是下游终端市场明显的通缩压力。今年8月，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显著下滑，表明生产者端的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大。其中，创出了10多年最大月环比跌幅的加工工业 PPI 尤其值得关注。同期，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 PPI 虽然也环比下降，但跌幅都不像加工工业 PPI 这样创出10年来极值。由于加工工业 PPI 与下游终端市场需求联系更紧密，它的显著下滑表明终端市场需求疲弱的反常。看来大家的消费欲望已经快被磨平了。与之相关的又一个反常之处是国内生产行业少见的主动降库存。当前制造业企业主动降低了产成品库存，在这种少见现象的背后是制造业企业弱的反常的预期。这一判断可从加工工业 PPI 的明显下滑中得到印证，这反映大家基本上躺平，不愿意消费了。毕竟百姓口袋里的钱要么买了烂尾房，要么一天天变少，不紧着花实在是难以生存。于是为了给市场注入流动性，当局一直保持着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方式，先是试探性的降准，在降准无效的情况下再降短期利息，然后再进一步加码，实行比较大幅的降准降息。当局采用这种小碎步前进的方式，一边是要给市场释放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宽松的预期，同时呢，在实际的操作上也比较保守。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它就说明了中国既想要刺激目前低迷的经济，同时呢，也担心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如果进行贸然的大幅刺激，会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那么根据《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报道，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经济年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坚持加息不动摇的政策。这个讲话进一步推高美元的强势，人民币汇率持续疲软。来看汇率走势图，人民币进入20年以后呢，对于美元的价格可以说就一直在下跌。根据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国正在采取有关措施来应对目前强有力的美元，巩固疲软的人民币。这个消息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以后在中国进行大额的外汇买卖，那将会非常困难。整个中国对于外汇的监管会空前加强，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证在中国内部实行货币宽松的情况下，资金呢不会大举流向境外，不会流向强势的美元。那么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人民币是强行的降息，逆市场而动，所以人民币的汇率也是一路暴跌，最近已经破7了。这其中当然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它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刺激中国的房地产和信贷的活跃度，挽救快速下跌的经济数据。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房地产走势一直在走下坡路。
来看相关的数据，目前整个房地产销售和开发投资表现都是呈下降趋势。房屋的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下跌到负的10%以下。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完成额，它的当月同比在中间经历了小幅的反弹之后，目前又是跌落到负增长的区间。这明显房地产是受到整个中国大环境的影响，非常的低迷。房地产的低迷一方面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成长，同时呢也会拉低中国的公共财政收入。来看目前整个中国财政收支的情况，从2019年到今年的8月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上是保持在一个正向的增加区间，增速呢在0到10%几这个范围之内。而公共财政收入，它的比例在今年4月份已经是猛跌到负的40%，那之后是有所增加，但是依然是处于负增长的范围之内。那换句话说，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速。而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财政收入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土地出让金以及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收入，所以从公开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到，目前房地产行业以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有整个中国经济都面临着严峻的态势。那造成这个情况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疫情把中国搞得很难受，严重的阻碍了正常的商业运转，一大批公司不是破产就是裁员，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并不是很强，居民贷款自然就会降低，不管是贷款买房还是贷款进行其他消费，这个意愿都会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广义货币的增速自从21年7月开始货币宽松以来就不停的增加，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趋势，但是广义货币的增加并没有拉动社会融资的上涨。那红色这条线就代表广义货币减去社会融资的增速比例，这个两者的剪刀差呀，现在在不断增大。这个就说明呢，虽然央行在搞货币宽松，在释放流动性，但是人们手里的钱没有转化为贷款和融资，那这些钱呢，依然是停留在广义货币当中。它主要是以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各种期限的存款作为存放的形式，放水这个事情没有产生实际的经济需求，它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刺激效果不明显。这种越打针病人越虚弱的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换句话说，释放流动性的政策已经失效。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那么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正在逐渐的失控。当这个失控程度不断增加的时候，最后呢，整个经济的救助手段就会失效，最后不得不使用经济之外的方法进行干预，比如说一些非常规手段来缓解整个下跌的情况。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整个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加的难过。那么对于百姓而言，未来的日子会好吗？这个仍然不得而知，咱们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我是历经磨难选择重开的万分大神，咱们下期再见。